在这饭都吃不饱的80年代，我这个不折不扣的二流子竟顿顿大鱼大肉。可奇怪的是，村民不仅不羡慕，还要把我赶出村，却被我大哥死死挡在身后。他花光积蓄，拖尽关系给我找了个铁饭碗。只是好吃懒做的我，转头就被工厂开除，最后还害得大哥为了救我掉下山崖。救我！手又要滑了！你害死你大哥！滚！永远别回来！自此，大嫂一家跟我反目成仇，在悔恨中苟活了10几年，最终竟在上厕所时因为过度用力，脑溢血死在了臭气熏天的茅坑里。再睁眼，我竟回到了被开除的那个冬天。当再次听到哥哥和嫂子吵架的声音，我激动得浑身颤抖，因为这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就在侄子李强小声说了句想吃肉后，大哥大嫂的争吵戛然而止。我长叹一声，刺骨寒意中，前世画面如刀割般闪过。那时的我，拿着哥嫂的血汗钱去讨好外人，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冤大头。这一世绝不再让悲剧重演。突然，院中脚步急促，拍门声炸响。开门一看，果然是他，顾二毛。龙哥，借点钱，明天相亲急用。上一世，我为充大方借他10块，这钱直到我死都没还上。就在我思索间，他熟练的伸手要翻我的口袋，啪！你疯了？借点钱怎么了？放心，我肯定还。我冷笑一声，声音大到全屋都听得见。我挣工资是不假，可我住哥嫂家不用交生活费，你有难处找你亲哥去，我又不是你亲哥。一顿输出，顾二毛彻底懵了。行，李龙，你有种，以后别求我。他撂下几句狠话，摔门而去，心里却默默数着1、2、3。以往只要他一生气，我10个数内必会追出去陪着笑脸哄他。他清楚我是个极度虚荣的人，可今天他一直数到50，身后一片死寂，只好悻悻离去。我知道明天我被开除的消息就会传遍全村，女友吴淑芬也会立刻来提分手，但这正是我要的。上一世正是这连串打击让我失魂落魄，才害得大哥为救我坠崖身亡。此时屋内的李建国夫妇对视一眼，满脸惊愕。小龙怎么像变了个人？难道是被开除刺激到了？梁月梅喃喃自语，正说着，东屋门开了，他们立刻闭上嘴。我推开西屋门，没有解释，径直走到梁月梅面前，掏出皱巴巴的10块钱，硬塞进她手心。嫂子，天太冷，家里柴火怕是不够，这钱你拿去买炭，这2天我去弄柴火，绝不让咱家冻着。李建国眉头紧锁，一把推了回来。胡闹，零下30度，上哪儿找柴火？梁月梅捏着钱，手微微发抖。她本对我积怨已久，可看着我眼里的真诚，那股怨气竟散了大半。我没给大哥拒绝的机会，死死按住他的手。哥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从今往后，我也想为这个家做点贡献。说完，我转身回房，背靠着冰冷的门板，我长舒一口气。第一步总算迈出去了，可笑意刚浮起，心又沉了下去。这点钱撑不了多久，加上我这个壮劳力，家里的口粮恐怕根本熬不到春天。时间不多了，正自责时，门帘一挑，5岁的小侄子李强探进头来，看着那张稚嫩的小脸，我心如刀绞。前世我连颗糖都没给过他，更别提给侄女李娟买过一件像样礼物。为了弥补，我翻遍包裹，掏出一盒从食品厂顺出来的糯米纸。这东西在厂里常见，在这村里却是稀罕物。我把它轻轻放在李强掌心，神秘一笑：别动，睁大眼，看书给你变个魔术，这只会跳舞。李强眼睛瞪得溜圆，大气都不敢出。奇迹发生了，那纸竟在他手心慢慢卷曲颤动，真像活了一样。李强惊喜地尖叫起来，说他真的在跳舞。动静太大，侄女李娟也推门进来了，但她没笑，反而缩在门口，眼神里满是警惕与疏离。在她记忆里，我这个二叔从未干过活，家里的重活全压留给他。我知道解释苍白无力，默默递给他一张糯米纸。李娟犹豫了一下，没拒绝也没说话，惊奇地看着手中的纸动起来。李强好奇地问，说他为啥会动？我笑着解释，这东西对温度敏感，屋里热它就收缩，而且这还能吃。李强眼睛一亮，低头就舔了下去，说我想吃肉。我一愣，看向李娟，家里今年没杀猪，我记得哥嫂家是养猪的，虽没包产到户，但每家允许养1头。李娟不说话，只盯着快化掉的糯米纸。李强抢着说家里的猪不能吃，埋了。我猛然反应过来，难怪今年冬天几乎没见荤腥。此时我看见李娟脸上露出一丝愧疚，她放学总去割猪草拌糠喂猪，或许觉得猪变成这样是自己的错。娟，别瞎想，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李娟抬起满是泪痕的小脸，怯生生地问，真的？我斩钉截铁地点头，说不定是哪只乌鸦拉了屎在猪圈，这是没法避免的事。说这是真的吗？李娟第一次主动开口，眼里闪着不敢置信的光。看来这沉重的黑锅，她已经在心里背了太久太久。我笑着揉了揉她的头发，语气笃定，你说我在乌城见过大世面，又在食品厂跟专家学过。闻言，李娟紧绷的小身子终于松弛下来，长舒了一口气。为了彻底开解她，我拍着胸脯承诺，明天出去砸冰窟窿抓鱼，保证过年
让咱家顿顿有鱼吃。李强却吸溜着鼻子，小声嘀咕：可我今天就想吃肉，别不懂事，天黑了，快回屋睡觉。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色，我忽然笑了。急什么？等着，叔给你们抓几只老雀，现烤现吃。李强眼睛瞬间亮了，激动的非要跟我去。我抄起自制的网兜，凭着前世在野外摸爬滚打的经验，专挑屋檐背风处。不到10分钟，10几只冻得发僵的麻雀便入了袋。回城时，李娟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，那是从嫌弃到崇拜的转折。刚进院，梁月梅见2个孩子裤腿全是血，心疼的直跺脚。跑哪野去了？冻坏了怎么办？快换鞋！李强却倔强地举着袋子，奶声奶气地喊：我要吃肉，叔抓了肉。我没等嫂子埋怨，一把接过袋子。嫂子放心，我有数，让孩子先换鞋，我来弄。梁月梅嘴碎嘟囔着，可眼底的欣慰怎么也藏不住。片刻后，炭火微红，麻雀烤得滋滋冒油，焦香瞬间霸占了整个屋子。李强口水直流，李娟也盯着炉盖，喉结滚动，香气扑鼻。我却没直接分给他们，我拿起第一只最肥的麻雀，郑重地放到盘子里，递给李娟：娟，端进去，先给爸妈。爸妈干了一天活，最辛苦，是不是该先尝第一口？李娟愣了一下，小心翼翼地接过盘子，转身往西屋走。李强似懂非懂，却重重地点了点头。西屋传来的是孩子们满足的咀嚼声。安顿好孩子睡下，我提着尿素袋子，悄无声息地挪出家门。屋内，梁月梅听着动静，小声对丈夫感叹：小龙真变了，虽然工作丢了，但这股子担当像是突然长大了。是啊，李建国点头苦笑，以前的混账样我还记得，现在懂事得让我都不敢认。可听到关门声，梁月梅眉头又锁紧了。大晚上的，他又要去哪儿折腾？手又要滑了。都是因为你，害死你大哥！滚！永远别回来！自此，大嫂一家跟我反目成仇。再睁眼，我竟回到了被开除的那个冬天。当再次听到哥哥和嫂子吵架的声音，我激动得浑身颤抖，因为这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寒风如刀，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，脑海中飞速检索前世记忆。十里坡那片被封的土堆是呱呱鸡的夜宿地，走了有半小时。就在我有些失望时，手电余光扫过一处土堆，有了，10几只灰黑色的呱呱鸡正趴在雪窝里。我立刻关掉手电，闭上双眼。2分钟后再次睁眼，我已勉强适应了夜色，屏住呼吸，我无声靠近1米、半米。最近那只呱呱鸡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刚要起飞，唰，超网如闪电般扣下，它在网里疯狂扑腾，足有半斤重。这一只顶得上10几只麻雀，雪太厚，体力消耗极大，我不敢贪多，一口气扣住5只，便果断收手，拎着沉甸甸的袋子，顶着风雪往回赶。我心里却热乎乎的。次日晌午，日头正好，我随口提了句昨晚抓鸡的事。李建国眉头一皱，有些不信。李娟虽没说话，却默默跟了出来，眼神里带着几分探究。走到院墙被封的雪堆旁，我抄起木锹，利落地铲开表层硬雪壳，哗啦，5只灰扑扑、肥嘟嘟的呱呱鸡赫然露了出来。哇，好多鸡！李强兴奋地跳起来，伸手就要去数。李建国愣住了，声音都变了调：小龙，这真是你昨晚抓的，在哪儿弄的？我刚要开口，院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还没来得及把鸡藏好，一个打扮时髦的身影已跨进门槛。吴淑芬，她穿着一件崭新的红棉袄，脸上抹着淡淡的胭脂，目光刚扫过地上的呱呱鸡，喉结便不由自主地滚动了一下。那原本准备好的分手台词瞬间卡在了嗓子眼。李建国起身打招呼：淑芬来了，语气客气。吴淑芬慌乱地收回贪婪的目光，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。本来想晚2天再提分手，可既然他在家，不如趁现在说清楚，反正他也失业了，跟着他只有喝西北风的份。看着这张前世让我倾尽所有，最后弃我而去的脸，我心中再无半点波澜，只剩下一片冰冷的清明。我没等他开口演戏，直接冷笑一声，单刀直入：怎么是听顾二毛说我被开除了，特意赶来分手的？吴淑芬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没想到我会如此先发制人，索性硬着头皮承认：是又怎样？分了吧，你都被开除了，我不想你以后连累到我。他眼神飘向地上的呱呱鸡，似乎在还等着我会像以前一样送2只鸡来挽留。可惜他打错了算盘。我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：行，那就分，我不连累你。从今往后，你对外尽管说跟我没关系，我也乐得清静。我表情平静，吴淑芬却懵了，这完全不像我的性格，但她也有自尊，当着李建国面严肃道：那就分了，以后别对人说是我对象。说完扭头大步离去，很快消失。李建国没多问，默默帮我提鸡进屋。5只鸡我分配完，哥嫂都很惊讶。我分出2只最好的留给侄子侄女尝鲜，剩下的3只直接塞进李建国的怀里。哥，这3只你辛苦一趟，亲自送到丈人那边去，就说这是我孝敬二老的，跟旁人无关。李建国手一抖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：弟弟这是真长大了。
不仅做事有章法，连人情世故都通透了。这是接着送鸡，彻底断了无数分念想。饭后，院子里热气腾腾，梁月梅忙着烫鸡毛，两个孩子蹲在一旁，小心翼翼地挑着色彩，准备扎毽子。看着那些在热水中舒展的羽毛，我突然想起前世听大哥醉酒后提过，10几年后春耕犁地，会在后山老庙遗址下翻出一个钱窖，挖出几百枚铜钱，卖了数百巨款。但我并不太在意。这片山林在我眼里就是金山银山，更何况今年秋天鸡干民兵集训，枪支下发，还要组织打野猪。前世我可是全队神枪手，百步穿杨不在话下。只要熬过这个冬，春天就是我的主场。大哥收拾好鸡肉，看着空荡荡的米缸，眉头又皱了起来。小龙，这鸡虽好，可终究是野味，不是长久之计啊。我点点头，目光投向远处白雪覆盖的深山。哥，明天我想进山拉点木头回来烧炭卖，得去大队借辆马车。大哥看着我笃定的眼神，心中的愁云散去大半，重重的点了头。趁天色尚早，我揣上抄网出了门，望着我远去的背影，梁月梅忍不住感叹：小龙去趟工厂真没白去，哪怕工作丢了，这演技和魄力也值了。李建国深吸一口冷冽的空气，眼中重新燃起希望。与此同时，吴家吴淑芬魂不守舍地推门进屋，脸色苍白。母亲王玉珍见状忙问：咋了？那李家小子是不是不肯分？吴淑芬声音发虚：他同意分了，一点都没挽留。王玉珍一愣，本以为女儿会如释重负，却见她闷闷不乐，甚至眼圈都红了，不禁奇怪：分了不就清静了吗？你这又是图啥？吴淑芬猛地抬起头，语气里满是懊悔与不甘，跺脚道：妈，你知道李龙昨天逮了几只呱呱鸡吗？5只啊，本来那是我的。王玉珍听罢没多想，只顾安慰女儿。此时我心至河边时，身后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呼喊：龙哥，等等我！回头一看，是个憨厚的壮汉陶大强。他是村里出了名的大个子，力气大却心眼实，因不善言辞，年轻人都嫌他憨，不愿带他玩。前世他在山里做贝母生意发了小财，却从未忘记我这个落魄人，逢年过节必提礼物探望。我停下脚步：大强，咋跑这么急？陶大强喘着粗气，脸冻得通红。听说你回来了，上午去你家找婶子，说你来抓鱼了，这活累，袋子给我。你当过工人的手，哪干得了这个？说完，他不由分说抢过我手里的尿素袋子扛在肩上，我心头一暖，笑道：行，那咱俩搭档，逮到鱼一人一半。有了伴，这冰天雪地的路似乎也没那么难走了。来到一片靠近芦苇荡的平整冰面，我停下脚步。陶大强二话不说，抡起石子镐就要清雪。我按住他的手，指了指那片枯黄的芦苇丛。大强，知道为啥选这儿吗？陶大强摇摇头，一脸茫然。水里主要是鲤鱼和鲫鱼，这两货胆小恋草，冬天水冷，他们就喜欢扎堆在芦苇根底下抱团取暖。这儿就是鱼窝子。陶大强恍然大悟，眼里满是佩服。龙哥，你懂得真多。我拿起撬棍试探性的砸了一下，震得我手心发疼。陶大强嘿嘿一笑，接过石子镐，狠狠砸下，咔嚓，冰屑四溅。不到10分钟，一个半米见方、20多厘米深的冰窟窿便凿成了。见状，我转身钻进芦苇丛，抱来一大捆干苇子，在旁边起火取暖。接着不到1小时，第2个冰窟窿也宣告完工。陶大强迫不及待地将抄网沉入水中，满怀期待地拉上来，没想到连个鱼影子都没见着，脸上满是失望的神情。见状，我突然想起大哥说的，听说他家刚杀了猪，可肉大半都被那嫂子搜刮回了娘家，自己并没吃到多少。看着他失落的样子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：大强，你别急，咱把那边再开个口子，双管齐下。这次有了经验，40分钟搞定。我提前抄网，大强去看看那边有没鱼。陶大强一看，满脸惊讶：龙哥，那里有好多鱼，全都浮上来了。我手持抄网，看准鱼群上方，弯腰斜身使劲一脚，感到手感一沉，立刻回手提起，这一网捞出7、8条鱼，鲫鲤都有3、4公斤重。陶大强央求我把网给他，自己上冰，甩出的鱼已冻硬。陶大强兴奋接网，去另一个窟窿，弯腰深入水中。我熟练地掀开冻硬的鱼鳃，用苇子当绳穿进去，再从嘴里穿出来，10来条鱼便串成了沉甸甸的一串。陶大强猛提抄网，狠狠甩在冰面，碎冰四溅中蹦出5、6肥鱼。陶大强眼睛瞬间亮了：龙哥，这至少值2块钱！一口气又捞了10几公斤，我虎口震得发麻，不得不停手。陶大强却还在拼命下网，他怕我觉得他累赘，明天不再带他。毕竟这年头有抄网的没几家。看着他那股较真的劲头，我心一软，明天我先去山里拉木头，后天再来。我也去，我力气大。陶大强急忙抢话。回程路上，他执意提着10几公斤的鱼在前面趟雪，
一步一个深坑，这是他无声的感谢。我没拒绝。40分钟后，我俩气喘吁吁地回到家，听到脚步声的大哥见我们浑身挂满冰壳子，着急喊道：“把东西扔地上，先去烤火换衣服，东屋火架着呢，你们过去换。”我和陶大强急忙进了东屋，把大衣脱下来，靠在火墙边上烤着。我递过热水，大强，中午留下吃饭，晚点咱再捞一网，存着明天买。陶大强使劲点头，他没工具没门路，只有力气。如今我肯带他，他自然万分愿意。没多久，一股浓郁的肉香便扑鼻而来。西屋八仙桌上，一大盆土豆炖呱呱鸡正冒着热气，6副碗筷摆开。大嫂领着李娟、李强刚坐下，便笑着招呼：“累坏了吧？瞧那鱼个头多大，晚上给你们熬汤喝。”寒冬腊月，桌上的鸡肉，厨房的鱼，意味着往后几天伙食有着落了。更让他欣慰的是，小叔子终于立誓了，知道往家里扒拉东西。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最难的是主妇，能吃上鲫鱼，简直比过年还奢侈。饭后，我主动起身收拾碗筷，梁月没看在眼里，心里暗叹：这小叔子是真变了。歇了半个钟头，我们再次出发。大嫂目送他们背影消失，才带着孩子收拾那些鱼。想起丈夫出门时脸上那股藏不住的兴奋，她不禁失笑。若细想，这便是男人至死是少年。逮鱼摸虾这事儿，18岁和80岁的男人劲头都一样。20分钟后，3人赶到冰窟窿旁，果然水面又封了一层薄冰，冰面上陶大强依旧一马当先，在前面趟雪开路。陶大强抡起铁锹，咔嚓咔嚓几下砸碎冰层，抄网迅速捞进碎冰，率先跳下去站定，挥手示意开始。我也没闲着，聚拢一堆干毛苇子，划火点燃，第一网拉起，3、4条肥鱼伴着碎冰跃出冰面，全是1公斤以上的鲤鱼草鱼。大哥眼疾手快，边往尿素袋里捡鱼，边不住地瞥向陶大强，眼里满是佩服。他早就手痒难耐，迫不及待地对陶大强喊：“快上来烤火，衣服都湿透了，我来试试。”3人轮番下网，争分夺秒，赶在日落前满载而归。屋内，大嫂熬好的鲢鱼汤正冒着热气。3人进屋，一碗热汤下肚，寒气顿消，浑身暖洋洋的。我提议将鱼均分3份，每份10几公斤。可陶大强只默默穿了5条鱼，提溜着就要走。大哥望着他的背影，感慨道：“大强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不傻。”我点点头，外人只道他憨傻，连家里人也这么看，却不知他大智若愚，懂分寸，知进退。一家人围坐，鱼汤鲜美，笑声不断。李娟小口喝着汤，眼里闪着光。昨天还愁没肉吃，1天功夫，老雀、呱呱鸡、大鱼汤接连上桌，厨房还存着几10条鱼，这日子真有奔头。李强捧着大碗，心里盘算着怎么才能求着小叔带自己也去捞鱼。喝完汤，我起身说道：“大哥，我提2条鱼去趟许队长家，顺带说说借马车的事。2条是不是少了点？”大哥有些迟疑：“不少，人家借马车是情分，不能让人家觉得咱拿鱼买路，那样反而生分了。”我挑了2条匀称的鱼，用芦苇一穿，提着往外面走去。刚出门没几步，就看见顾二毛嬉皮笑脸地凑了上来：“小龙，听说你逮着鱼了，分我1条呗。”看着那张惯会占便宜的脸，只觉一阵厌烦。我有正事，没空跟你在这里皮，让开。说完，我侧身绕过他，径直朝队长许成军家走去。顾二毛在身后连喊几声，我都装作没听到。许成军家也点着煤油灯，敲门进屋。许成军有些意外：“来就来吧，还提什么鱼？听说你不在厂子里干了。”咱文化浅，有些活干不来，就回来了。这是从小海子捞的鲤鱼，提2条给你们尝尝鲜。许成军是部队复员的老兵，行事雷厉风行。他拉着战友搞副业队，挖贝母，党参卖到县里，让家家户户都分到了县钱，在队里威望极高。这鱼个头真不小。媳妇马红梅接过鱼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寒暄过后，我开门见山，想借队里的马车用1天。许成军眉头微皱，并非不愿借，而是担忧山里情况复杂，这年头出远门，安全第一。看出他的难处，我立刻解释，有熟人在那边接应，只在山脚办事，不进深山。见我想得周全，许成军这才点头，随即话锋一转，谈起了工分。队里马金贵出车得按规矩算工分，这点我早有准备，当场掏出1块6毛钱，1天1块6，规矩不能坏。见我如此爽快且懂规矩，许成军眼中闪过一丝赞赏，立马提笔给我开了条子。我刚走，马红梅便忍不住感叹：“这李龙是真出息了。”许成军点点头，语气却带着一丝惋惜：“就是可惜厂子那边给开除了。”此时我一回到家，又提了1条鱼直奔马号。养马的老罗大名鲜有人知，村里人都这么叫。见到鱼，又有队长的条子，老罗笑得满脸褶子都开了。放心，明早准给你备匹最好的马。另一边，陶大强兴冲冲推开门，却发现灶台冷清，并没给他留饭，心瞬间凉了半截。他把2条鱼搁在厨房：“爸，
咋没做饭呢？陶建设慢悠悠地应道，说是回来晚了，侄子毛蛋过来把留给他的那份吃了。若是往常，陶大强也就忍了，可今天不一样，在李家吃了呱呱鸡，喝了鲜鱼汤，还凭力气捞回了大鱼。想到这，陶大强提高了嗓门：爸，我逮回鱼了，我要做鱼吃！陶建设一愣，披着衣服从炕上爬起。陶大强提着鱼走进屋，腰杆挺得笔直。陶建设瞪大了眼，原以为又是些巴掌大的鲫鱼，没成想竟是1-2公斤的大鲤鱼，可一听是跟李龙去的，他脸色立马沉了下来。在他眼里，他就是个不务正业的混子，能有这本事。陶大强满眼期待，等着父亲夸一句，或者哪怕只是煮条鱼尝尝。谁知他爸眉头一皱：把鱼给你哥送过去，他们家日子紧。这话像盆冷水，浇灭了陶大强最后的念想。跟着哥哥干了一冬没见着肉，今晚连晚饭都被侄子吞了，现在连自己拼命换来的鱼也要拿去填别人的坑。陶大强二话不说，转身大步走了出去。看着小儿子倔强的背影，陶建设叹了口气，弯腰拎起那几条沉甸甸的鱼放进厨房。他盘算着，等明天老大来了，看在自己的面子上，总能让他照顾一下这个傻弟弟吧。此时我刚从马号回来，就见陶大强孤零零蹲在自家门口。见我走近，他支支吾吾想在我家住一晚，虽有些诧异，但我没多问，直接点点头。陶大强如释重负，默默跟在我身后，脚步轻了许多。我先去了西屋，给大哥说了一声借马车，和陶大强今晚和我住一起2件事。大哥这才放下心来，又叮嘱一句多盖点被子，不然后半夜冷。次日天刚蒙蒙亮，我和陶大强便起了身，匆匆洗漱完后，大嫂也熬好了鱼汤，热气腾腾。望着那碗白嫩的鱼汤，陶大强眼眶瞬间红了，他慌忙低下头，那是他许久未曾尝过的家的味道。早饭过后，我们直奔马号，老罗早已候着，利落套好车，装了2捆草料。我们坐上马车，挥鞭朝着县城方向疾驰而去。谁知我刚走不久，李家迎来了第一位串门客，对门的陆家大嫂。等坐下来，50多岁的陆家大嫂便开起了话匣子：他家婶子，听说你小叔子回来了，厂子给开除了，今儿个还要去山里拉木头，这村里还不够他折腾的，尽出些洋相。在村里人眼里，我李龙就是个活笑话，千辛万苦进场，灰溜溜被退回，好不容易追个村花，还被甩了。换做往常，梁月梅定会跟着数落几句，撇清关系。可这一次，她却放下手中的活，语气坚定：大嫂，话不能这么说。龙子是被厂子裁了员，不是犯了错。年轻人回来踏实干活，借车拉木头也是为家里谋生计，咋能教书洋相呢？陆家大嫂一愣，瞪大了眼，这梁月梅啥时候转性了？正欲再探口风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熟悉的脚步声和说话声。来人是梁月梅的娘家弟弟梁文玉，他手里拎着个鼓囊囊的布袋子，进门先把东西往墙根一撂，摘下那顶磨得发亮的棉帽子。姐，我大姐夫在呢，听说李龙回来了。梁月梅心里一惊，这风刮得也太快了，碍着外人在，她不好细嚼，只点点头。你姐夫在屋里忙活呢，是娘让你来的。爹娘不放心，让我送点东西过来瞧瞧。陆家大嫂见正主亲戚来了，想看的热闹也看不成了，讪讪的起身告辞。门刚关上，梁文玉就透了底：爹让我带了袋白面，还有20块钱。他想着李龙这一回来，家里炭火肯定不够烧，让你们先在队里买点，把冬熬过去再说。梁月梅听出来了，却没接茬，反而笑着拍了拍围裙：钱和面先拿回去，不用买炭了。小叔子一早接了马车进山拉木头去了，走，去东屋看看，你姐夫正收拾鱼呢，走时拎几条回去。鱼？哪来的鱼？梁文玉眼珠子一亮，进了东屋，看着满满2大盆活蹦乱跳的鱼，梁文玉彻底愣住了。大姐夫，这也太多了吧？李建国手上沾着鱼鳞，头也没抬。文玉来了，这鱼是小龙砸冰窟窿掏上来的，他走前还特意嘱咐说回来得给你们家送点。对了，还有2只呱呱鸡都在灶台后头呢。梁文玉满肚子问号，也不矫情，蹲下身子就跟着一起收拾。李建国瞅了他一眼，嘴角抿出一丝笑意。这回老三是被开除了，可人好像变了个样。人多手快，不到晌午，几10条鱼就收拾得利利索索。文玉挑10条大的拎回去，给爹娘炖汤喝。等年前我们再弄一回，过年再给你们送新鲜的。梁文玉也没推辞，这鱼确实多，光1斤以上的就有30、40条，小鲫鱼更是堆成了山。拎着鱼，梁文玉忍不住叹气：可惜了。其实我也想去吴城闯闯，可我是老大，得守在家伺候爹娘。李建国笑了笑：工作嘛，丢了就丢了，能用这么个跟头换来小龙的醒悟，值。那他对象那边？队里嘴快，传得满世界都是。那丫头刚才来过，这事已经黄了。李建国信自己弟弟，可队里其他人不信呢。这才1天功夫，村里就炸了锅。都说李家那个败家子不知天高地厚，拿了工分钱借马车去山里瞎折腾，不少人都搬了小板凳，等着看李龙摔跟头呢。此时的我正赶着马车走在山道上，
寒风刮得脸生疼。村里人怎么想，传了什么闲话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就算知道了，又关我什么事？日子是过给自己的，又不是过给旁人看的。赶到县城后，我把车停在收购站门口，让陶大强留下来看好马车，转身进屋。我从怀里掏出那张水老鼠皮，往柜台上一拍：“同志，这玩意儿收不？”叫陈红军的收购员慢悠悠站起身，捏着皮子对着光看了看，又摸了摸底绒。货色不错，这张给你5块，往后有货就按这个价走。他没说谎，这价确实厚道。再等2年，这皮子才能涨到10块。陶大强一听5块，眼珠子瞬间亮了。我们在百货楼割了半斤盐，买了几个芝麻饼，剩下的钱一分没动。马车掉头直奔山里。2个小时后，松树林子到了，我喘着粗气停下车，拎起刚买的砖茶和盐，便带着陶大强向山里走去。卸了车，把马牵到洞窝子旁，还没站稳，2条黑狗窜了出来，冲着我和马狂吠。一个30来岁的汉子从毡房里出来，眉头皱着，眼神警惕。我拱手表明了来意，又指了指身后的马车。汉子打量了我几眼，紧绷的脸松了下来，点点头，算是应了。拴好马，余光瞥见不远处那3匹瘦马正在啃草，跟前世一模一样。这家人还是那么实在。我从包里掏出2块砖茶，1包盐递到汉子手里。初次打扰，这点心意给嫂子和孩子尝尝。汉子接过砖茶，手微微抖了一下，说了声谢谢。陶大强在旁边看得心疼，这几样东西可是好几块钱呢。可看我递得干脆，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龙哥做事肯定有他的道理。屋里老太太和女人探出头，看着那茶和盐，那是打心眼里的高兴。不一会儿，很热情地把1条风干的羊腿拿了进来。我连忙挡住，摆手笑道：“大哥，真不用，我就是拉点木头，歇歇脚就走。这羊腿你们留着过冬。”汉子见我坚决，也没再硬塞。在这牧区，羊就是命根子，平时哪怕馋得慌，谁都舍不得吃。老太太冲男人叽里咕噜说了句哈语，那汉子二话不说，抄起刀子就要去牵羊。我情急之下，指着炉子边角落里的东西喊道：“别麻烦了，把那玩意儿送给我就行。”汉子一愣，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，那是鹿角。虽然再过几十年，鹿角不怎么值钱了，但这个时候鹿角是真的可以卖钱的。汉子迟疑了一下，转身出了门，再回来时手里多了1只鹿角，跟原先那只凑成了一对。这是纳森在林子里捡的，本来想着劈了当柴烧。闲聊几句才知道，这山里不太平，有狼，他们虽有枪，子弹却早见了底。前几天狼群叼走了3只羊，一家子正愁得没法子。我拍了拍胸脯，子弹的事我来想办法。我是生产队的基干民兵，打靶剩下了10几发练习弹，正好能顶上。汉子叫哈里木，眼睛瞬间亮了。你要能搞来，我拿羊跟你换。我摆摆手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有空我给你捎过来，谈啥换不换？哈里木却急了，追着问啥时候能再来。狼饿了会咬人，更会咬羊圈，这可是头等大事。我盘算了一下，明后天吧，我尽量赶早。今天得先把木头拉回去，借马还得看人家方便不。那我等你，到时候给你牵只活羊。真不用。对了，要是打着野猪，肉给我留点就行。哈里木哈哈一笑，痛快地应下了。随后，哈里木领着我们去了沟地，那儿堆满了洪水冲下来的枯木，全是干透的好柴火。没过多久，马车旁就堆起了小山。我又把那只冻僵的羊拖上车，牢牢绑好。临行前，又被拉进毡房灌了1碗热奶茶，揣着鹿角，牵着马，我们辞别了哈里木一家。此时日头刚偏西，雪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。出了门，陶大强摸着车上的木头，激动的声音都抖了。龙哥，光这些木头就够烧1整个冬天了。我没吭声，心里却在拨弄算盘珠子。1堆鹿角，少说也能换10块大洋。那只冻羊剥皮去脏，净肉也得有个20斤，按市价这也值10几块。这一天下来，进账20多块。城里工人累死累活1个月，也就挣这么多。而这活儿只要肯跑，就能一直干。这一冬天要是勤快点，开春市买辆自行车的钱绝对没问题。眼前虽是漫天白雪，可我眼里却看到了希望。赶到县城收购站时，天已经黑了，眼看就要下班。陈红军刚要关门，见我们进来，刚想发火，可眼光一落在我手里的鹿角上，脸色瞬间转青。他小心翼翼接过鹿角，仔细端详了一番，得知1公斤3块钱，我心里很是满意。回到马车旁，我摸出5块钱递给陶大强，可转念一想，直接给钱未必是好事。没想到陶大强拒绝得更坚决。龙哥，这钱转头就得让我爸收走。我一琢磨，便改了主意，转身去买了1双4块钱的棉手套，又称了1公斤芝麻饼，拿着回家跟你爸说，这是拿木头换的，再卸几个木头给他瞧瞧，保准他不挑理。陶大强戴上手套，搓了搓，眼眶有些发热。龙哥，谢了。那手套暖烘烘的，一直暖到了心里。牵着马车赶回生产队时，太阳彻底落了山，车还没到李家，就被不少人围住了。哟，真拉回来了，这木头量还真不少。众人惊讶不已，没想到我真能把木头拉回来。大哥李建国急忙迎出来，一路上还顺利吧？我笑道，不仅顺利，
还有额外收获。说着，指了指车底，搞了一只冻羊回来。大哥刚想细问，围观的人已经七嘴八舌的涌上来，争着问木头是哪拉的。我高声招呼：“先别问了，大家搭把手，帮着把木头卸下来再说。”人多手快，不一会儿木头就卸成了堆。趁乱，我把装东西的袋子交给李建国，特意嘱咐给陶大强留3根木头，让他扛回去交差。可还是有人眼尖瞥见了木头底下的羊。围观的人群里，羡慕的目光有，恶意揣测羊来的也不少。羊不大，没法每家都分。大哥挥挥手，让我和陶大强先回屋休息，他来处理冻羊。众人散去，我进屋拎出1公斤芝麻饼，塞进陶大强怀里。走，先把你的木头卸回家，免得你爸挑理。把木头在陶家院角堆好，我才转身回了自己家。刚进门，大哥就压低声音问：“小龙，你跟哥交个底，这羊真是捡的，别惹麻烦。”我笑了笑，把真相告诉了他，他这才长舒一口气，拍了拍羊身：“那就好，等化开了，肉切一半给大强家送去。孩子跟着跑1天，不能让人白忙活。”可此时的陶家气氛却降到了冰点。陶大强刚跨进门槛，还没站稳，就被父亲劈头盖脸一顿骂：“你跑出去1整天，就扛回这几根烂木头，人家李龙咋就捡了只肥羊？”陶大强脸涨得通红，攥着新手套的手都在抖。要是搁以前，他早缩头认错了。可今天他在雪地里冻了1天，鱼没了，心里的火再也压不住。那羊是龙哥凭本事搞来的，我去帮忙。龙哥还专门给我买了这双手套。陶建设一愣，随即更火了，指着鼻子骂：“在这个家我说了算，想吃肉自己做去，今晚谁也别想吃饭。”陶大强憋得胸口起伏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就在这时，敲门声响了。“谁呀？”陶建设没好气地吼道：“建设叔，是我，李龙。”我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不大却清晰。陶建设瞬间僵住了，刚才还在背后嚼舌根骂人家不给肉，正主转眼就堵门口了。他慌了神，眼神乱飘，赶紧冲陶大强使眼色，示意他去开门。陶大强没多想，大步走过去拉开了门。我笑着把羊腿递过去，语气自然得像聊家常：“建设叔，刚煮好的羊杂汤，这腿肉最嫩，给您拿过来尝尝鲜。放心，这羊是好肉，干净着呢。”陶建设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慌忙起身：“快进屋坐坐，喝口热茶。”我摆摆手，转身往门外走。不做了，还得去趟队长家，明天用车，得提前打个招呼。明早我去你家找你。行，明早等你。出了陶家院门，我从雪堆里拽出早就藏好的一条羊腿，提着直奔许成军家。许成军看着那条肥硕的羊腿，眉头微皱，有些犹豫：“小龙，马车可以借，但这工分钱该多少是多少，1分不少。”我指了指羊腿，语气坦然：“这肉是从牧民那儿换来的，放心吃。家里正煮羊杂汤呢，你拿回去尝尝。”许成军脸色缓和下来，接过羊腿：“行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就收了。条子我给你写，不过明天得换匹壮点的马。”我笑着掏出钱递过去，事情办得利利索索。此时李家屋里暖意融融，李娟和李强2孩子抱着芝麻饼，啃得满嘴渣，眼睛却盯着锅里翻滚的羊杂汤。梁月梅搅着勺子，忍不住感叹：“小龙这回真是变了个人，原本还愁这冬天咋过呢，这下心里踏实了。”李建国在一旁剥着蒜，笑道：“是啊，今年能好好过个年了。我也没想到他能折腾出这么大动静。”李强突然插嘴：“叔还说要去县里逮鱼卖呢，说1条鱼能卖1块多。”李建国和梁月梅对视一眼，没接话。卖鱼，以前的小龙哪懂这些？可这2天发生的事又让人不得不信。正想着，我推门进了屋，见大嫂在，我直接从兜里掏出10块钱，塞到梁月梅手里：“嫂子，今天赚的您收着。”大嫂手一缩，急忙推回来：“先前不是给了10块吗？家里不缺钱，你留着自己花。”我把钱硬塞进他口袋，一家人不说2家话。随后我又把大哥珍藏的子弹都取了出来。大嫂看着那些子弹，有些心疼，又有些自豪。一只羊几10块，1包茶叶才1、2块，咱不能净占人家哈里木的便宜。嫂子放心，山里值钱的东西多着呢，只要肯动脑筋，以后咱们家的日子只会越过越红火。爸，等吃羊腿的时候，那个卷石给我和我弟1人1个。李娟看着大哥解肉，指着羊后腿骨蝉声道。听到皴石2字，我心里猛地一动，想起来哈里木家里纳森他们玩的孙石，那木炕上几10个棍石，要几个应该没事吧。这一晚上，堆里不少人家在讨论着李家的事情，有许多人甚至因此失眠了。此时院外突然传来几声狗叫，接着是踩雪的咯吱声。我披上大衣推门而出：“谁呀？”“是我，顾小霞。”她声音很轻，带着几分惬意。雪借着月光，我看清了那张清秀却苍白的脸。她是顾博远的女儿，队里唯一的大学生闺女。听大哥说过，10几年前顾博远带着她下放至此，那是真金凤凰落难草窝。可我的脑海里却闪过上一世的画面，她被村里的无赖顾二毛纠缠，被迫嫁过去，常年遭受不好的待遇。离了婚，
最后不知所终。这时大哥也披着衣服出来了。小霞，这么晚了，你爸身体还好吧？建国叔，我想从您家买块羊肉，我爸病倒了，想给他补补身子。话说完，他的脸涨得通红。大哥二话没说，转身回屋，拎出一大块最好的羊肉就出来了。但他没直接递给小霞，而是塞到了我手里。小龙，你送小霞回去，这黑灯瞎火的，雪深路滑，不安全。顾小霞愣了一下，看了看我，没拒绝，只是轻轻点了点头。我回屋戴上狗皮帽子，提上羊肉，推门而出。顾小霞默默跟在身后，刻意离我1米多远。这年头人言可畏，路上我问一句，他答半句，头始终低着，看着自己的脚尖。见气氛太僵，我也便不再多言，只是把手电筒的光柱打得更亮了些，时刻扫视着四周。上个月刚有狼群出没的传闻，比狼更可怕的是那些夜里游荡、精力过剩的二流子。走到半路，正要拐进那条窄巷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突然从对面传来，身后的顾小霞吓得身子一缩，下意识往我背后靠了靠。我心头一凛，谁？光束里一个黑影惊慌失措，几步就窜进了旁边院子的草垛后，没了踪影。顾小霞脸色煞白，手紧紧攥着衣角，显然吓得不轻。她偷偷抬眼看了我一下，眼神里多了几分异样。以前听说李龙是个软柿子，可刚才那一瞬间，他挡在身前的背影，竟让人觉得无比踏实。一路无话，直到顾家门口，顾博远正虚弱地躺在炕上，咳嗽声断断续续。我把羊肉放在桌边，压低声音嘱咐：“给叔备点温水，多喝发发汗，好得快。”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没半分停留。等等，给你钱。我脚步没停，只摆摆手，声音在夜风里传回去：“不用，这是我大哥交代的，给叔补补身子，不收钱。”回到自家院外，我才想起大哥提过一嘴，顾家工分少，年底还得倒贴，日子紧巴得很。不过熬过这个冬，明年开春队里改村办小学，顾小霞当了老师，日子就会好起来。但这些都不重要。此刻，我脑海里反复回想刚才那个逃跑的黑影。那身形怎么越看越觉得有些眼熟。天刚蒙蒙亮，我就爬了起来。大嫂正往我的挎包里塞干粮，手边那个印着褪色双喜字的搪瓷盆格外刺眼。那是大哥结婚时的物件，一晃10来年了。要不是为了给我填窟窿、置办分家的东西，凭大哥的勤快和大嫂的俭省，这日子早该过得红红火火了。我喉结发紧，低声说道：“嫂子，等会儿羊拉回来，切半扇给俺梁叔送过去。”大嫂和大哥对视一眼，摇摇头。昨天文玉刚过来，我让他带了几条鱼过去了，肉你就别操心了，留着自家吃。那一刻，往事涌上心头。这几年，李家没少接济梁家，根子全在我身上。如今重获一世，还债的感觉真不错。吃过饭，我背起挎包推门而出，刚走到院门口，一张嬉皮笑脸的脸就凑了上来。哟，小龙，听说你要进山，带上哥一个呗？带不了，我和大强约好了，马车就那么大点地儿，多一个人都拉不动货。顾二毛见我要走，急忙追上来。你听我说，上次把你被开除的事儿告诉吴淑梅，真不是我故意的。让开！我侧身甩开他伸过来的手，头也不回地朝马号走去。身后传来顾二毛气急败坏的骂声：“装什么装？不就是山里吗？当谁不能去似的！”到了马号外，却没见着陶大强的人影。我正纳闷，一转头发现墙角雪堆旁蹲着个黑影。大强怎么不去我家找我，在这冻着干嘛？陶大强抬起头，脸冻得通红，搓着手小声说：“我看见二毛去你家了，想着他要是跟你一起去，那我肯定就去不成了。我就在这等等，不行就算了。记住了，以后进山就咱们兄弟2个，懂吗？”陶大强愣了一下，随即眼睛瞬间亮了。真就咱俩？他早上起来往外走的时候，父亲给他说了一句话，让他半天没缓过来。大强啊，让你哥大勇替你去呗，他有家要养，脑子也比你活灵，能多往回扒拉点东西，咱家日子不就好过了？陶大强脚下一顿，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，他攥紧拳头，撒了个谎。李龙说了，这回只带我，不带旁人。陶建设撇撇嘴，等这趟回来，让你哥借队里的马车照着路走一趟，只要拉回1只羊，咱家也能过个肥年。陶大强没吭声，默默走了出去。他心里清楚，人家信的是龙哥这个人，不是那条路。就算大哥去了，也换不回1只羊。县里集市喧嚣，我和大强满载而归，茶叶、粗盐，还有几斤水果糖，塞满了马车。因为路熟，赶到哈里木家的东窝子时，时间还早，还没下车，牧羊犬的吠声就炸响了。哈里木掀开厚重的门帘，看见是我，大步迎上来，粗糙的大手紧紧握住了我的手。李龙兄弟，你可算来了！一进屋，火炉旁摆放的东西让我眼前一亮，3只鹿角，比昨天那副还要威风。我把带来的物资一一摆开，当看到那一包黄铮铮的子弹时，哈里木的眼睛瞬间亮了，激动的声音都在抖。有了这玩意儿，狼就不敢猖狂了。李龙，你真是帮了大忙了。中午，哈里木执意要宰羊。今年雪太厚，牛羊刨不开草，等到开春，饿死的更多。
趁现在镖还在了还能换点东西，留着也是糟蹋。没多久，热气腾腾的羊肉很快下了锅，两个小家伙围在锅边，眼睛直勾勾盯着翻滚的肉块，喉结不停滚动，那是久违的肉香。趁着煮肉的功夫，我瞥见角落里堆着一堆灰白色的骨节、犬食，我随手拿起一颗，笑着对纳森说：“小子，这几个能不能换哥哥几颗糖？”纳森看了看手里刚得到的水果糖，又看了看那堆被他当玩具扔在一边的炖食，毫不犹豫地把整堆都推了过来。我只挑了10个品相最好的，剩下的推了回去，够换糖就行，剩下的你留着玩。肉熟了，所有人围坐一圈，大口吃肉。吃饱喝足，哈里木手脚麻利地将2只冻羊抬上马车，又特意铲了几铁锹黑亮的煤炭压在上面。李龙兄弟，还要啥？只要我能弄到，尽管开口。我拍了拍车帮，笑道：“要是能撞见野猪，把那个肚子给我留着。”辞别了热情的哈里木一家，我和陶大强赶着马车，沿着雪辙往山下走。再次抵达县城收购站，我让大强在门口守着马车，自己提着那3只硕大的鹿角走了进去。柜台后坐着的不是熟脸陈红军，而是一个戴着套袖的中年女人。女人瞥见我手里的鹿角，眼底闪过一丝惊喜，但脸上依旧波澜不惊，公事公办地问：“来卖鹿角的，成色不错。”见生人想压价，我也没废话，直接把鹿角往柜台上一蹲：“您给个实在价，合适就出，不合适我拉走。”最终成交价3块钱一只，9块钱入账。揣着这笔巨款，我心里踏实了不少。回程路上寒风凛冽，我却主动开了口：“大强，这2只羊咱俩一人一半，你带1只回去。”陶大强一听，吓得连连摆手，脸都急了。龙哥，这肉我要是拿回去，下趟你就没法带我出来了。他顿了顿，像是下了很大决心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我爸想让我哥替我没同意，他让我记好路，回来让他俩去拉。”说完，他忐忑地看着我，等着我的反应。我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，意外的不是陶建设那算盘打得响的主意，而是陶大强竟然会如此坦白。他是个认死理的憨厚人，只要我对他1分好，他就敢还我10分真。这让我想起前世带郭二毛的教训，那家伙第2天就能甩开我，自己摸上山把好处捞干，连口汤都不给我留。有些人喂不熟，有些人真心换真心。我停下马车，郑重地看着陶大强：“大强，羊腿你必须拿着，这是规矩，也是咱们兄弟的情分。至于木头，我给你多留一些，让你爸挑不出力。”陶大强愣了片刻，眼眶微红，咧嘴笑了，笑得像个孩子。龙哥，只要不嫌我笨，我就跟着你干。马车咕噜声碾过雪路，还没进村，消息就像长了翅膀。这年头没啥乐子，我被厂里开除，第2天就甩了无数分。这2件事早就成了生产队的头条新闻。马车先停在了陶家门口，我和陶大强刚勒住马，就觉出气氛不对。院里不仅站着陶建设，连平时很少露面的一家人，大哥陶大勇、大嫂马春红，全都整整齐齐地候着呢。我心下冷笑，跳下车拍了拍车帮，说：“这车上一半木头是你家的，赶紧卸吧。”看着那堆的小山似的木头，陶家人的脸瞬间笑开了花。昨天几根小树枝就把他们乐够呛，这回可是实打实的半车硬木。等木头卸完，陶建设眼尖，一眼瞥见车底压着的2只冻羊，还有那个鼓囊囊的麻袋，他喉结滚动了一下，却没吱声。陶大勇搓着手，厚着脸皮凑上来：“那个小龙啊，我看车上还有羊。”我淡淡扫了他一眼，指了指车角，有1条羊腿是给大强的。啥？就1条腿？车上明明2只整羊，你糊弄谁呢？陶大强站在一旁，脸涨得通红，羞愤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陶建设，声音不大，却字字诛心，说：“您听好了，我给大强1条羊腿，是因为他跟我出生入死，这是他该得的。其实这条腿我也可以不给。”我顿了顿，目光扫过这一家子贪婪的脸，因为这一半木头已经抵了他出力的钱，要不是看在大强面上，这木头你们1根都别想见着。说完，我不再看他们精彩纷呈的脸色，牵着马车就离开了陶家的院子，只留下身后陶建设气急败坏的骂声。回到自家院子，大哥迎了上来，卸下木头，翻出2只肥羊和黑亮的煤炭。李建国惊得合不拢嘴：“小龙，连煤都搞到了，这可是稀罕物。”周围围观的村民发出一阵阵惊叹，我含糊地应付了几句，没多张扬，安顿好一切，我去生产队喊马车。但没想到刚走到马号门口，却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。许成军这话一出口，我倒有些意外，转念一想也正常，木头的甜头刚尝到，谁眼红都不奇怪。我压下思绪，嘴角勾起一抹笑，话锋一转：“队长，既然您消息灵通，那我想打听个事儿，您手里有没有自行车票的门路？”许成军眯起眼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这个票嘛，不好弄，但我可以帮你打听打听。”没说有，也没说没有。我心头一亮，秒懂，这是有门路，得拿东西换，或者欠个人情。回到家，听说马车被好几户人家借走了，大哥李建国只是叹了口气，并没太意外。到了晚上，我正喝着热气腾腾的羊汤，突然院外传来一阵急促又沉重的脚步声。不用看，我知道是陶大强。我刚拉开门栓，
龙哥，坏了！我听说好几家都借了队里的马车，明早也要进山。大嫂赶紧起身招呼他上桌，顺手盛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羊杂汤递过去。婶子，我不吃，我真吃过了，这事儿要紧。吃过了也能再喝一口，暖暖身子。大嫂不由分说，硬把碗塞进他手里。天塌下来也得先吃饱饭。陶大强跟我家那是各叫各的，他管大哥叫叔，管我叫哥。这辈分听着乱，其实是因为大哥李建国来得早，当年他还是个半大少年，跟着第一批人扎根生产队，但和老人们都是称兄道弟的情分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压低声音：“急什么？让他们进山，咱们明天去河面上砸冰窟窿抓鱼。”陶大强一愣：“抓鱼？然后呢？”抓了现成去卖，但这事儿得保密。陶大强用力点头：“龙哥放心，连我爸和我哥都不说。”大嫂递过来一碗羊杂汤，陶大强捧着碗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昨天拿回去的那条羊腿，进门就被父亲陶建设端走了。今晚家里只有凉的玉米面糊糊，连口热的都没有。看着陶大强几口喝完一碗汤，大嫂又要给他盛，陶大强急忙起身拒绝，可碗已经被接了过去。当他再次接过盛得满满的羊杂汤时，眼圈一红，眼泪差点掉进碗里。自家人竟然连外人都不如，这一幕我看在眼里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了一下。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这事儿我也不好插手，只能等后面再说。眼下最要紧的是赶紧把买自行车的钱凑齐。次日清晨，寒气刺骨，陶大强准时赶到，我们扛着工具直奔河边。到了地头，却见冰面上凌乱地印着几串脚印，看来这2天已经有人来过了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河是公家的，谁都能来。我找到之前凿开的老冰窟窿，灰敲清雪。陶大强有过一次经验，显得信心满满。他屏住呼吸，弯腰将抄网探入水中，手臂肌肉紧绷，猛地转圈一抄，网都提上来，水花四溅，鱼不多，但那条大板鲫格外扎眼，足有300克重。我心里盘算了一下，这鱼要是放在20年后，得卖到25块1公斤，可现在撑死不到5毛钱。陶大强兴奋过后又有些不满足，立马弯腰想再来一网，可惜第2网下去，稀稀拉拉只有几条小鱼苗。陶大强虽然不甘心，但也只能爬上来，抹了把脸上的冰水，盯着我看。我转身走向旁边另一个不起眼的冰窟窿，我没像他那样大动干戈，而是屏气凝神，将抄网轻轻探入水下，顺着水流的方向，我极慢地划出一个大圆弧。突然手腕一抖，猛地上提，哗啦，一条尺把长的大草鱼直接在冰面上蹦起了半米高。陶大强看呆了，眼里满是佩服。龙哥神了！临近中午，我们拖着战利品回到队里，陶大强下意识要往自家方向走，被我一把拽住。走什么走？留下吃饭。他知道这时候回去指不定还得自己生火做饭，累了一上午，他是真不想动弹了。屋里大嫂已经做好了饭，中午是掺了包谷橛子的米饭，炒了羊杂，炖了鱼，还有咸菜。饭桌上任务分派完毕，大哥李建国负责赶制爬犁，今晚必须完工。我和陶大强下午继续破冰打鱼，要把明早去县城卖的货备足，酒足饭饱后，我叮嘱陶大强：“大强，明早去县里卖鱼，咱们得低调点。”陶大强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眼神里却多了一份紧张。看着他认真的样子，我心里叹了口气，这傻小子在家里是被他爸拿捏得死死的，也就是跟了我，听多了外面的事，脑子才开了窍。可人一旦开了窍，痛苦就来了。他已经知道父亲偏心，哥嫂对自己也不好，但母亲死得早，按规定哥哥分家出去了，他就只能和父亲共用一个宅基地，没法再分家。现在天天跟我混在一起，未尝不是一种逃避。午后寒风更紧，我和陶大强再次奔赴小海子。路上陶大强还在嘀咕：“不知道今天进山那帮人有没有捞着木头。”我瞥了他一眼，嘴角微扬，满眼不在乎：“别操心了，进山的路那是拿命探出来的，没那么好找。”到了冰窟窿边，水面也结了一层薄冰，透着幽幽的蓝光。我挥敲碎冰，陶大强熟练地用抄网捞进浮冰，然后下到冰台阶上，叉开腿，像个雕塑般静止不动。只有等水面波纹彻底平息，下网时慢如流水，那些为了呼吸新鲜空气聚拢过来的鱼才不会兽性散开。片刻后，陶大强猛地提网，哗啦，水花飞溅，3条1斤以上的大鱼在网底疯狂挣扎，还有一堆活蹦乱跳的小鲫鱼。陶大强很是兴奋，我立刻撑开尿素袋子，一条条往里捡。零下20度的严寒就是天然的速冻库，鱼缸里水蹦跶不了3-5下，就硬邦邦地冻住了，鳞片和冰渣混在一起，晶莹剔透。直到夕阳西斜，我们将近捞了20多条斤重大鱼，还有10几斤杂鱼。陶大强看着鱼货，眉头却微微皱起。龙哥，好像比上次少点儿。我笑了笑，没解释。现在的河里资源是多，半天就能爆仓，但再过几年，这种景象就是绝响。有些财富错过了就是一辈子。虽然意犹未尽，但要知道见好就收。他一把提起沉甸甸的鱼袋，二话不说甩到背上，弓着腰就往回走。我知道他这是在抢着出力，毕竟路是我选的，网是我教的。他若不多背点，多跑点，
心里会觉得欠了我的，拿钱都不踏实。快进村时，一阵马蹄声打破了宁静。只见西面大道上几辆马车灰头土脸的驶回生产队。陶大强定睛一看，愣住了。马车上空空如也，连根木茬子都没有。那些信誓旦旦要截胡的人，忙活了一整天，竟是个空军。看到了吧，并不是谁都能吃这碗饭的。这一刻，陶大强心头巨震，他终于明白我带他进山给了多大的信任。他摸了摸背上的鱼袋，在心里暗暗发誓，就算烂在肚子里，我绝不能把这条路告诉爹和哥。回到家，饭菜早已上桌，可陶大强始终低着头，筷子都不敢伸。如果不是我时不时夹菜给他，他甚至只敢用鱼汤泡玉米饼子，连块鱼肉都不敢碰。那种刻在骨子里的自卑和拘谨，让人看着心疼。饭后，我特意叮嘱他明天早点过来。陶大强应了一声，背着空袋子离开了。大嫂一边收拾碗筷，一边叹了口气：大强这孩子实诚，咱可不能亏了他。大哥坐在炕头，卷着墨盒烟，烟雾缭绕中，他正给两个孩子讲着山里的故事。煤油灯昏黄的光晕下，两个孩子听得聚精会神，时不时发出惊叹。窗外寒风呼啸，屋内暖意融融。原本刚要入睡的我，猛地从炕上弹了起来，一巴掌狠狠拍在大腿上。那马河上游的干河道，那是产籽料的地方啊！刚才哈里木特意问我要留意啥玩意儿，我竟然把这茬给忘了。记忆瞬间被拉回上一世，那时候大哥还在。李娟放学回来兴奋地讲过，他同学的爸爸70年代从牧民手里花10几块钱收到过一块10几公斤重的碧玉籽料，到了85年，那块石头直接卖了2000多块。要知道那年代2000块可是巨款，能在县城买套房了。大哥见我激动，卷着烟卷笑道：急啥？有空过去问问就知道了。现在这年月，玉石头不见得比粮食金贵，牧民未必当回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头的狂跳，心念一动，既然明天要进城卖鱼，去碰碰运气，抓几只呱呱鸡扳机。抄起手电筒，戴上厚棉手套，我提着抄网和尿素袋子，悄无声息地摸进了夜色，先去了上次那个老位置。结果还没走近，心里就凉了半截，雪地上全是杂乱的脚印。走近一看，果然连根鸡毛都没剩下，被人捷足先登了。但我没气馁，这种野味机警得很，一出惊了，肯定往老林子深处缩。我顺着风向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第二个藏身的摸去。很快，那片茂密的棕钻草丛出现在视野里。我关掉手电，屏住呼吸，悄无声息地靠近。借着微弱的血光，我惊喜地发现草丛根部挤着一大团黑乎乎的东西，是一群呱呱鸡。它们正挤在一起抱团取暖，睡得正香。我打开手电，强光瞬间打过去，几只鸡迷迷糊糊地醒了，晃了晃身子，竟然没飞，机不可失。我蹲下身，手里的抄网像捕蝶一样，轻轻却又迅速地舞了过去。一网下去，4只。我根本顾不上那么多，直接把手伸进网兜，像抓馒头一样，一只接一只地往尿素袋子里塞。等最后几只鸡惊叫着飞上树梢时，我手里的袋子已经沉甸甸的了。清点战利品11只，这绝对是意外的大丰收。美滋滋地往回赶，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割，但我心里却热乎乎的。明天留2只给家里炖汤补补，剩下的9只加上那2条最大的草鱼，拉到县城去卖。野味加鲜鱼，这可是城里人过年都未必舍得买的硬菜，应该能卖个好价钱吧。回到家已是40分钟后，我把袋子扎紧，塞进墙角最不起眼的阴影里。刚脱了外衣，准备凑到火炉边暖暖手，院门吱呀一声响了。抬头一看，进来的是队里张家的张前进。他搓着手，一脸堆笑地凑过来：小龙，干啥去了？刚才过来找你没找着。我和他不熟，只淡淡嗯了一声，算是敷衍。张前进也不恼：今天我也借了队里的马车，想学你去山里拉点木头，结果到了清水河，剩下的路彻底抓瞎了，勉强摸到山口，又找不到木头，最后只能捡了些烂树枝回来充数。说完，他眼巴巴地盯着我，按我以前那老实巴交的性子，这时候肯定早就热心地给他指路了。但我只是沉默地烤着火，一言不发。张前进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心里一阵郁闷。他今天借马车花了1块6，因为不甘心，又咬牙花了1块6借了明天的。如果明天再拉不回点值钱的东西，这3块多块钱就打水漂了。这年头，3块多够买几10斤苞米面了。我的冷淡让他尴尬，我就是从清水河进的山，顺着河沟往里走就是了。那么大个山口，怎么可能找不到？张前进听不出我话里的敷衍，但也实在问不出更多东西，只好悻悻地走了。他前脚刚走，我后脚就噗的一声吹灭了油灯。我有预感，如果灯还亮着，肯定还有第2波、第3波人来取经，很有默契的。西屋大哥房间的灯也很快灭了，整个院子陷入了一片沉静的黑暗。第2天一大早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刚推开门，就被门口晃悠的一个黑影吓了一跳。定睛一看，是个黑大个。龙哥，是我。门口传来陶大强憨厚的声音，我松了口气，随即疑惑地问：怎么这么早？天都没亮透呢？我怕错过时间。陶大强挠了挠头，眼神里却透着一丝疲惫。你不会是昨晚就没睡吧？我只是随口一猜，
却没想到几乎说中了真相。陶大强昨晚回去，果然又是冷锅冷灶，连口热水都没有。他也没多说，早早钻进了被窝，但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。最后他干脆不睡了，穿着衣服坐在冰冷的炕上，硬生生熬到了天亮。大哥听到动静披衣起身，一开门见是我们，立刻招呼进来。大嫂手不停，从灶上端下刚熬好的包谷箱子稀饭，热气裹着米香扑了陶大强满脸。陶大强靠在火墙上缓了好一会儿，才狼吞虎咽吃完。我放下背包，对大哥说：“大哥，我昨晚上抓了几只呱呱鸡，带几只去县里卖，剩下的你收拾收拾。中午炖了给娟子和强强补补。”陶大强眼睛都亮了，羡慕地说：“龙哥太厉害了，随便出手就有肉吃。”大哥没接话，他知道弟弟有本事，心里比谁都舒坦。我也没觉得自己比大哥强，明年开春分地，那才是大哥显本事的时候。我自己的2亩地也打算留给大哥种。收拾好东西，陶大强一把抓起爬犁绳子，大步往外走。昨夜下的雪被踩成了硬冰，几乎不费力。陶大强一时兴起，越拉越快，棉帽上的霜花都被风吹散了。大强，悠着点，别把鱼甩出去了。两人的身影在晨雾里越拉越长，慢慢消失在路的尽头。天刚亮透，陆大嫂又来了李家。哟，他婶子，你们家吃饭可真早啊！梁月梅点点头，没多说话。陆大嫂本就多嘴，指不定转头就传出去。陆大嫂凑过来，压低嗓子说：“他婶子昨天借马车进山的都空手回来了，还是小龙厉害，眼光准。”等我们赶到黑市，天刚蒙蒙亮，但已经有人开始收摊了。我找了个空位，停好爬犁，开始往外掏鱼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穿中山装、像干部模样的人大步走来，目光扫过爬犁。我看你没带秤，把鱼拿出来看看。我把鱼一条条摆出来。大哥，我这鱼大的都在1公斤半以上，都是刚捞的，绝对便宜。很快有人围过来，我又掏出一只呱呱鸡，拎着翅膀晃了晃。新逮的呱呱鸡，一只3块钱，比家养的鸡肉嫩。纯野味儿。陶大强紧张地盯着挑鱼的人，手心里全是汗，生怕有人拿了鱼就跑。鱼卖得比想象中快，但还剩1半多，看着没人再过来。我心算了一下，兜里的钱已经有28块了，剩下的卖完不得50多。我摆摆手，估计卖不动了。你没看都开始散场了吗？他看着爬犁上的鱼，满是不甘心。先装起来，咱们转转，看看有没有别的门路。看别人陆续收摊，我知道不能再摆了。远远看到2个戴红袖标的人往黑市走去，那里已经空了。双方相安无事。陶大强松了口气，笑着说：“龙哥，咱们今天运气真好。”我没说话，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。运气好，不过是提前踩了点，又比别人多走了几步路罢了。拉着爬犁，我径直带路走到了国营食堂门口，让陶大强在外面守着爬犁。我闪身进去，买了4个大肉包子。我没告诉他价格，他知道了肯定嫌贵，舍不得吃，一人2个。陶大强3两口就吞下去1个，吃得满嘴流油，身上瞬间暖和了不少。我指了指不远处一个提着篮子过来的女人，压低声音：“你看着点爬犁，待会儿要是有人过来问价，你就报数。”说完，我迎上前去。那女人警惕地打量着我，眼神在爬犁上的鱼和我身上来回扫视。“大姐你好，我家是村里的，昨天刚抓的鱼，新鲜得很，1块钱一条大鱼，比买大肉划得来。”女人动了心，凑近看了看，连卖带送，很快成交。陶大强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，他觉得自己要学的还很多，且未必学得会。眼看鱼卖的差不多，突然有个穿中山装、袖口别着钢笔的人从巷子里走出来，脸色不善：“哎，你们2个再不离开，我就喊人抓你们！”闻言，我二话不说，立马拉着陶大强快步消失在巷口。回去的路上，我把分好的东西递给陶大强：1块五花肉，一些大米白面，还有10块钱。他一看那10块钱，忙摆手拒绝：“我要是拿这么多回去，我爸就不让我跟你出来了。”我知道这也是没办法，陶建设那个人眼里只有利益，先带他到陶家门口放下东西。我拉着空爬犁转身回家，谁知陶大强刚进院放下东西就追了出来：“龙哥，明天还去不去？”我停下脚步：“去啊，待会儿我去海子看看，要是能捞到鱼，明天还去。”他眼睛瞬间亮了：“那我马上过来。”陶建设背着手从屋里走出来，看着地上的米面肉，整个人有点懵。儿子这是走了什么大运？才出去半天就弄回这么多好东西。不过转念一想，要是自家做，是不是挣得更多？毕竟儿子都能拿这么多回来，那李家老二拿的肯定是翻倍的。陶大强一脚迈进门槛，就见父亲陶建设正佝偻着背，围着地上那堆刚拉回来的米面肉转悠，盘算着怎么分。陶大强知道这是要给大哥陶大勇家送东西的前兆。陶建设磕了磕烟锅，声音不容置疑：“切块肉给你哥送去，他家有娃，米面也带上点。”陶大强黑着脸，梗着脖子：“我不带。”大哥家杀猪，肉全孝敬了岳父，咱家就剩个猪头猪蹄，那猪是我夏天天割草喂大的，他想过我没有？细粮年年都紧着他，我算什么？这话在陶大强心里憋了太久了。看着李家兄弟那么亲，再看自家这一碗水端不平的烂摊子，他心里堵得慌。陶建设气得举起烟锅要砸，可看着小儿子那双从未有过的倔强眼睛，手在半空中抖了抖，终究是没落下去。“那是你哥啊，哥，他家条件不比咱好，
木头他拉走，鱼他提走，把咱家的木头拿回去打家具。陶大强一口气把心里的委屈全倒了出来，眼圈都红了。正吵着，门吱呀一声开了，陶大勇走了进来，一眼就瞥见地上的好东西，眼睛顿时亮了。大强出息了啊！这鱼看着不错，明儿咱哥俩去试试。他脱了帽子往墙上一挂，随即抽了抽鼻子，皱眉道：“屋里咋跟冰窖似的？煤烧了，煤让你拉走的木头换火了。你要真觉得冷，送点煤来。”陶大强没好气的顶了回去。陶大勇愣住了：“大强，你吃枪药了？”陶大勇面子挂不住，抬手想拍弟弟脑袋，像以前一样糊弄过去。陶大强猛地一偏头，躲开了他的手。你看昨天出去3辆车，就咱家拉回来最多2个羊腿，有一个肯定又去了嫂子娘家吧？我和爸一口热乎的还没吃上呢。陶大强今天是铁了心要把这层窗户纸捅破。看着父亲日渐苍老的脸，陶大勇想反驳，却张口结舌。他确实打算把这堆东西再分走一半。哥，后面我还要跟着龙哥拉木头，那木头是留着烧到开春的。你要是再敢动，我可不干了。陶大勇最终什么也没拿，摔门而去。兄弟间置什么气？你哥也不一直是这样。爸，这东西放家里咱们自己吃，你要送过去的话，那后面我就不再往家拿了。快过年了，总不能咱爷俩过年就啃窝头吧？陶建设没吭声，他知道小儿子这次是真动了气，如果再顺着大儿子，恐怕这小家就要彻底散了。陶大强出门时能感觉到父亲妥协的背影，他不怕父亲骂，他怕的是自己一辈子当冤大头。我把爬犁刚赶回家，就看见李娟和李强气鼓鼓的往回走，小脸冻得通红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我心里一紧，放下手里的活。娟儿，强子咋了？说陆妮儿抢我的卷石，说是他的，他哥还拿火钩子把我们赶出来了。李强带着哭腔，小手攥得紧紧的。换做以前，我或许会劝孩子算了，别惹事。但这一世，我知道孩子的尊严比面子重要。如果家人不护着，以后在外面只会更受欺负。走，书包你要回来。转身就往陆家去，脚步又快又稳。陆家门口隐约传来陆妮儿得意的声音：“快藏好，肯定是李娟找来了。”我推门而入，目光如电，直接锁定了正往火墙后缩的陆妮儿。她手里还攥着那把卷石，指节都发白了。拿出来，这皮石是我从深山里找来的，纹理和你们家的不一样。我没拿。陆妮儿色厉内荏，她哥哥陆铁头拎着火钩子挡在前面，虚张声势。我看都没看他，径直上前，一把将陆铁头拨拉到旁边。陆铁头没站稳，一屁股摔在地上。妮儿，拿出来！陆妮儿吓得一哆嗦，乖乖掏出了那把初石，递到李娟手里。李娟拿回东西，紧紧攥在手里。我也没多做停留，转身就走。出门时，我淡淡丢下一句：以后想玩，来我家或者在陆家玩都行，但别再有下一次了。出了门，李娟紧紧攥着钻石，眼里的泪光变成了笑意，小脸上还带着未干的泪痕。我摸了摸她的头，以前是叔不懂事，以后不会了。我推开家门，一股浓郁的肉香扑面而来。嫂子梁月梅正对着炕桌上那堆米面肉梅开眼笑。小龙，你哥去小海子了，说再去捞点鱼，鱼全卖了。全卖了。我一边拖着带冰碴子的棉袄，一边拍打着身上的血沫子。嫂子，我再去看看，明天一早还得去。大嫂心疼地递过一杯热水。你这孩子也不嫌累着，这一趟能挣来正式工1个月的工资，虽然累，但值。我心里有数，明年分地到户，到时候家家户户都忙活自己的地。这山野里的好东西，我大有机会。靠在热炕头上，看着李娟和李强拿着钻石玩得咯咯直笑，我心里一片宁静。梁月梅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，心疼地说：咋买这么多东西？卖鱼的钱得存着，给你娶媳妇哩。我笑得自信，咱家的好日子在后头呢。歇了片刻，我看天色尚早，便穿戴整齐出门去找陶大强。两人踏着月光和雪地的反光，直奔小海子。远远就看见李建国卡在冰窟窿里，正跟一条大鱼较劲。那鱼少说有20斤，尾巴拍得水花四溅，冰面上全是碎冰渣。大哥，这鱼个头真大！我跑过去帮忙，把鱼拽上来。运气好。李建国喘着粗气笑，额头上全是汗。陶大强接过抄网也下了手。这冰窟窿鱼确实多，但没捞几网，鱼就明显少了。有人来了。陶大强低声提醒。我望去，只见3个身影踏雪而来，是生产队的王红军兄弟和小舅子。王红军是淮河老渔民出身，手里拿着自己织的网，一看就是行家。哟，建国收获不少啊！王红军看着那条大花鲢，眼里满是羡慕，随即又露出一丝精明的神色。等陶大强把剩下的鱼装好，我低声说：大哥，明天我们去石城，石城工厂多，工人有钱，敢买。陶大强在我们家吃了晚饭，与他约好明早6点出发。陶大强回到家，发现屋里竟然暖烘烘的，他爹正靠在炕头抽烟，见他回来，神情有些不自然。你哥把你嫂子骂了一顿，送煤过来了，那木头就算给亲戚了。陶大强心里一热，哥哥终于懂事了。还没等他高兴，陶建设话锋一转：不过大强啊，明天你别跟李龙了，跟你哥去。公家的鱼谁捞算谁的，你们兄弟俩捞，挣了钱平分。
陶大强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他懂父亲的意思。李家再好也是外人，亲哥再烂也是亲哥。陶大强心里苦涩，他知道跟着哥去，那鱼多半是卖不出去的。哥哥老实有余，脑子不够，肯定不如李龙灵活。但父亲的话，他又无法反驳，毕竟那是他的亲爹亲哥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去借了队长的马车，拉着陶大强直奔县城。路上，陶大强坐在车厢角落，吞吞吐吐地把父亲的决定说了出来，眼神躲闪，生怕我生气。我却笑了，扬了扬手里的缰绳。好事啊，大强，你终于能挺直腰杆做人了。陶大强愣住了，他本以为会被我嫌弃，没想到我是真心替他高兴。放心，跟你哥去。我一边赶车一边叮嘱，语气里带着几分认真。不过卖鱼要机灵点，看到带红袖标的，撒腿就跑。鱼不要了，也得保住人。县城这地方水浅，咱们明天去石城。县城的黑市冷冷清清，只有零星几个摊贩。我摆了半天，大鱼没人敢买，都说太大吃不下。我卷起摊子，对陶大强说：“走，去大肉食堂吃包子，咱们转战石城。石城距离马县20公里，是这一片的工业重镇。”我背着鱼进了农机厂家属院，门卫大爷一听说有新鲜大鲤鱼，眼睛都直了。大爷二话不说，买了2条。进去吧，别往楼道里钻就行。家属院里的孩子成了我的活广告，他们围在马车边，看着那些活蹦乱跳的鱼，眼睛都亮了。没一会儿，大人就围了上来。这鱼看着真新鲜，那是昨天现捞的。我嘴甜，笑着介绍：“大嫂，您看这鱼，红头红尾，过年桌上摆1条，多吉利。”石城的工人确实有钱，也舍得吃。不到半小时，带来的鱼就卖了一大半，只剩下那条10多公斤的大花鲢，没人敢要。我也不急，最后以7块钱的价格处理给了一个看起来像干部的高个子。数着钱，我心里踏实，这一趟能挣40-50块，顶工人1个月工资了。我给了陶大强应得的15块，他把钱叠得整整齐齐，塞进内衣口袋里。龙哥，我拿5块，剩下的存你这儿。我想买个渔网。行，石城百货大楼大，咱们去看看。百货大楼里人声鼎沸，都是来置办年货的。陶大强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，怯生生的不敢动，手紧紧攥着衣角。我给他买了2斤炒花生，又给自己买了点江米条。供销社里没找到抄网，我也没强求。我知道这东西得去淮河边或者找老手艺人定做。回城路上，天色迅速暗了下来。刚出石城没多远，路边的枯树林里突然窜出2个流里流气的年轻人，手里掂着铁链子和生锈的铁管，拦住了去路。此路是我开，向过去留下买路钱，10块钱，不然砸了你的马车。陶大强吓得脸色煞白，手里的缰绳都在抖。我却笑了，声音平静的像在聊家常。怕不怕？怕个球，命要钱也要。陶大强像是被激怒了，抄起马鞭就冲了上去。我也没含糊，手腕一抖，鞭杆带着风声专抽对方面门。陶大强仗着人高马大，一个头锤把拿铁链的砸得满脸开花。我则利用灵活的身法，配合摔跤技巧，一顿拳脚后，2个劫道的抱头鼠窜。我去还马车，顺便给马号的老罗塞了个热乎乎的肉包子。老罗笑得满脸褶子都开了花。还是你小子会来事儿。我回到家，家里人正等我急得团团转。嫂子梁月梅赶紧端上热好的羊肉汤，李建国则一脸关切地问明天的生意。明天不卖鱼了。我啃着包子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大强要跟他哥捞鱼，我准备进山。”第二天一早，天还没亮，我套了马车，带着细铁丝和子弹，独自进了山。路上，我隐约觉得后面有人鬼鬼祟祟地跟着，但我没空理他。那人是郭二毛，他在黑市转悠时被逮了个正着，倒了大霉。当然那是后话了。我顺利找到了哈里木的冬窝子，炊烟袅袅，狗叫声声。哈里木热情地招待了我，还神神秘秘地拿出了一块碧绿的玉石。这是纳森捡的，不值钱，给你玩。哈里木笑着说，语气里满是不在意。我拿在手里一看，心跳瞬间漏了一拍。这分明是上好的马和碧玉籽料，色泽浓郁，通透无瑕。放在后世，那可是贵得很。但在牧民眼里，这玩意儿连块砖头都不如，换不来茶叶和盐，只能拿来压毡房。我郑重地收下玉，心里却盘算着怎么回报这份情。哈里木说最近有一群野猪祸害草场，明天早上要带我去打。我欣然应允，我也正好想试试这重生后的第一枪准头还在不在。那一夜，我和哈里木挤在热乎乎的木炕上。深夜，我被哈里木轻轻推醒，两人裹着厚重的皮大衣，背着枪，趁着夜色摸上了东面的山梁。哈里木选了下风口的松林埋伏，这里视野开阔，又能避开野猪的嗅觉。我学着他的样子，把雪拍实了当枪台，把皮大衣铺在身下防寒。凌晨的北疆零下30度，我趴在那里，手指冻得发僵，连呼吸都带着冰碴子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天色从墨黑转为深蓝，远处的山脊线渐渐清晰。忽然，对面山头传来一阵稀稀稀嘟的声音，像是有什么庞然大物在碾压积雪。轰隆隆！我定睛一看，好家伙，不是几头，是10几头，领头的是一头200-300斤的大公猪。
浑身黑毛像钢针，獠牙森森，看着就吓人。后面跟着大大小小的猪群，足有10几口，像一股黑色的洪流。公猪在山顶警觉地停下，鼻子抽动嗅了嗅，没发现异常，才慢悠悠地哼了一声，带头跟了下去。此时我背上的皮大衣已经滑落了一半，僵硬的手指缓缓扣上了扳机。准星里，一头60公斤重的花母猪正低头拱血，缓缓吐出胸中的浊气。砰！清脆的枪声瞬间撕裂了清晨的寂静，惊起了一林飞鸟。就在我在山中与野猪搏命时，生产队里也炸开了锅。我一夜未归。李建国虽然嘴上不说，但心里一直悬着，时不时往院门外张望。可紧接着，顾二毛和陶大勇相继被抓的消息，像一颗重磅炸弹，让整个村子彻底沸腾了。顾二毛因为跟踪我，被联防队员逮了个正着。为了立功减刑，这小子竟把我卖了个底朝天。紧接着，陶大勇也步了后尘，他眼红我卖鱼赚钱，也学着我的样子去黑市摆摊。可他脑子不灵光，不知变通，死守着摊子不放。联防队员一来，其他人跑得比兔子还快，只有他抱着把里，死活不撒手，嘴里还嚷嚷着这是我的鱼。结果被抓了个正着，当场罚了50块钱巨款。一时间，队里谣言四起。李建国和梁月梅被这些流言蜚语搅得心神不宁，家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，连饭都吃不香。而此时的我正身处生死边缘。枪声响起的瞬间，我的手指没有丝毫犹豫，砰！第一枪我打向了那头领头的巨猪。那头巨猪中弹后，非但没有倒下，反而激发了凶性，嚎叫着向我的方向冲了过来。我急忙再次拉动枪栓，对着冲来的巨猪又是一枪。这一枪正中要害，巨猪庞大的身躯终于轰然倒地。哈里木从另一侧站起身，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竖起大拇指：“2头野猪真不错。”我这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，手里的枪都在微微发抖。我看着那头被自己击毙的巨猪，心中暗道侥幸，若非有哈里木在另一侧牵制，单凭我自己，恐怕今天真要凶多吉少了。处理完野猪，我将2头猎物拖上马车，用树枝和草席仔细掩盖好，这才赶着马车下山。回到县城，我先去了一趟收购站。陈红军看到我拿出的那块碧玉，拿在手里反复摩挲。这是马和碧玉籽料，好东西啊！可惜我们这儿不收玉石。我点点头，也不意外，顺势问起：“那野猪肚呢？收不收？”“收，3、5块一个。”陈红军对此很感兴趣，眼里闪着光。我心中暗喜，这趟没白来，光是猪肚就能换不少钱。当我赶着马车回到生产队时，已是下午。一群孩子立刻围了上来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。李龙叔，他们说你被抓了！一个孩子带着哭腔喊道，眼里满是担忧。我笑着跳下马车，一把揭开草席，露出那头巨猪狰狞的獠牙和庞大的身躯。看清楚了，我是去打野猪了。孩子们吓得尖叫后退，随即又好奇地凑了上来，瞬间击碎了所有的谣言。大哥大嫂听到动静，连忙跑了出来，看到我安然无恙地站在马车旁，两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，眼眶都红了。李强更是扑进我怀里，嚎啕大哭，小手紧紧抓着我的衣服，生怕我再消失不见。院子里热气腾腾，2口大铁锅咕嘟作响。大哥正挽着袖子指挥人烧水退毛，顾老大也厚着脸皮挤了进来，手里拎着2瓶散酒，想借此机会缓和关系。大哥却冷着脸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只当没看见。顾老大举着酒瓶，站也不是，走也不是，尴尬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无地自容。我靠在门框上，默默地看着这一切。顾二毛的行为让我看清了人性的凉薄，而哈里木的馈赠则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。